今天咱们接着来修路，但是今天修的这个路，它不是一般的路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大家接着往下看，咱们可以看到，像这条路呢，它非常的陡，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直的一条路，通往上山的路。那好，我也不卖关子，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给村里面修一条，以后方便抬老人上山的路。没错，就是如果以后村里面有老人离开了，那么就要用这条路来将他们抬上山。村里面的要求就是把这条路给它修宽一点，只要修平以后能抬人上山就可以了。咱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这个路中间，它有一条很大很大的自来水水管。怎么比喻呢？反正就是比我的手臂可能还要粗个2、3倍。现在咱们一边修路，一边排除路上的这些树啊、石头啥的，把这个路尽量给它修平整，为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好的方便走，然后抬人上山的时候也比较方便。我也是第一次修这样的路，上山的路。说实话，修这条路呢，我的心里面还是有点慌张。慌张的是什么呢？慌张的是地上这根大水管，它实在太大了。如果我不小心压到它，或者不小心把它刨断爆破，那么摊上麻烦事的就是我，就不是东家了。在我精湛的技术下，这个管子呢完好无损的，咱们也把这个路给它刨出来了。我们把下面这一节有水管的这条路全部刨完了之后，这下我们就要继续往山上开挖了。因为毕竟是以后要方便抬人上山的路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次性给它挖到目的地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呢正在开挖这个毛路，路上有一些大石头呢，我就直接用挖机直接把它挖了起来。我也不想再换一道破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换破碎实在真的太麻烦了。修这种路，村里面的要求，反正就是只要挖掘机能过，以后的话他们抬人就肯定能过。所以说咱只要把这条路修来和挖机差不多宽就可以了。现在咱们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个大娘在这里一直盯着我，生怕我把这个土给她扔到下面去了。所以我就把这些多余的土就埋在了这位大娘她家的地里面。这样的话，大娘应该就不会找我的麻烦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把这条路修到了目的地。这里的话，稍微修一个小小的转车坝就行了。咱们可以看到，我已经从天亮挖到了天黑。因为这条路呢，它确实也有一点长，但是我修路秉着一个原则，就是先开挖毛路，最后再来把这个路面给它扫平。我现在就已经挖到了目的地，然后现在收着往回走。我的话基本上都是拍平，然后再扫平。因为这个路呢，我们履带是压不到中间的，所以必须把它一直拍紧，给它收着往后退。修山路我修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修这种以后抬人上山的路，我还是第一次，心里面难免会有点慌张，所以我干脆就直接加班加到晚上，一次性把这个路呢全部给它搞定。这样的话，第二天如果下雨的话也不怕了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位东家呢，他是村里面派来的代表，他就负责一直看着我把它挖完好了。这条路挖到这棵树后面，这里呢也就全部接近尾声了。我想修这条路呢，我不用行3个里，应该都是可以的，因为我帮他们以后把路修好了，他们以后也更好走了。